那么大家到兰卡威来或者到马来西亚来，其实有很多种文化的结合，这也是就在我这段时间我待在这里，我发现最神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马来西亚的人民太厉害了，尤其是华人。为什么呢？马来西亚华人我觉得真的很厉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今天我们就要离开兰卡威返回泰国了，我们要先坐飞机去槟城，然后槟城回曼谷。然后房间呢，我们已经退了，这个是爱彼迎，所以大家在爱彼迎的话，大家有一个东西，我觉得大家记一下，就素质问题，就是该整理的垃圾就尽量先归类。这个碗你可以不洗，丢在水池里，但是也给它们分别类。桌上啊什么稍微整一下，对吧？你说一些散落的一些东西倒无所谓，就尽量房东给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家，尽量也不是说要搞到很极致的一个卫生，就大概要人跟人尊重吧，大概收拾一下，好吧？然后我们现在退房，然后门锁住，然后钥匙呢，房东会有一个这个箱子在这里。比较原始，现在其他地方都对，其他地方电子，那没办法。反了吧？房东他有个密码信箱，你别办现在，大好弄，然后锁住，然后密码稍微动一下就好了，保证它不会再开就行啊。走。它这个倒蛮好的，每一个房东好像都有一个车位1:1标配的，它地上你看都有房间号的，这点我觉得蛮好的。这个公寓，它外还车了要来加油啊！我跟你说，马来西亚加油是这样的，要不就有 Touch and Go 的卡，要不就是你先把现金缴过去，然后因为我们要还车，我们不知道加多少，然后他说你先加个40、50，对吧？这个没关系。然后你看这里马来西亚油真便宜，2块钱马币，按照现在的汇率就3块4啊，3块5一升。哎，真便宜！然后直接把钱过去，然后就能加完全部自助。他们加油站你看都是自助的，没有人给你加的。但是一般他们都有这种 Touch and Go 的卡啊，或怎么样的。然后我们没有，然后我们刚好就加了4块钱。加40块钱以后呢，我看了一下，我们的油表好像也满了。那就够。所以真南这边啊，旅游资源是真的丰富，各种旅游配套，租摩托车，各种你看换钱都是一排排的。到了真南海滩，这个我们最后一餐在兰卡威的这家店很火，什么早餐都有，叫贝拉。这个大家到真南海滩啊，这里啊就可以来尝。其实呢，我们一般旅游呢，大部分人呢是中国人去瓜镇，然后老外都到真南。其实真南的相对的配套设施会更多一点，其实瓜镇那边没啥，除了一点中餐可能多一点啊。但是整个我目前感受下来，我可能觉得还是可能真南会好玩一点啊。所以大家选择的话，如果在兰卡威待了久，我觉得可以两边都尝试一下。先该玩的时候先到真南来，然后比如说你要想最后休闲2天的时候，就去瓜镇，好吧？哇，就这么一家店，反正是西式、马来式、中式，好像是什么都有。人还蛮多的，这好像马来西亚人都是一家子人在那边做东西。然后上面的粥和饭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。我一直在好奇咖啡的 big size 是什么，用的是 Tiger 杯，这叫 big size。那小杯是就正常杯，他们要小的啤酒杯跟大的啤酒杯的区别。招牌没给大家拍啊，就这家贝拉 restaurant， 这应该都贝拉啊。姜黄就是咖喱鸡饭，我点的要黄面条，行吗？炒面是什么东西啊？是素菜。水果沙拉，它是用这种，哇，它放的是那种烤鸭酱，你知道吧？烤鸭酱加苹果，这苹果烤鸭酱。我觉得其他几个都不错，包括牛角包也不错。我觉得牛角包是蛮好吃的做的，炒面也不赖个，就是中国的普通的炒面口味。面不一样，这面不一样，但是它口味差不多。你这个怎么样？姜黄鸡饭，就咖喱鸡饭，就咖喱鸡饭也还可以。但这个东西太奇怪了，这个东西啊，我告诉你们，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芒果，菠萝就凤梨，然后橘子，关键它上面涂的是 BBQ 酱，你知道吧？
扒拉下来一点啊。不是说就这个卖相好不好的问题了，是好奇怪，你知道吧？哪有芒果？对，他说是色拉嘛，沙律嘛，就是它有咸的，你明白吧？就是你放沙拉酱甜的，我可以理解。啊，这个菠萝你也看不出来，这菠萝我吃过，我知道，这是菠萝，但是好奇怪，但是它水果还蛮甜的，就不至于说水果不好吃，但是那个酱太奇怪了。好，我们趁现在做个马来西亚这个总结吧。那么，然后这次呢，我们去了槟城，然后到了兰卡威啊。那么槟城的话，其实给大家介绍，基本上就吃吃喝喝。兰卡威呢，其实我们最开始准备本来去潜水的，然后呢，因为人数的限制关系，然后像附近岛我就不愿意去潜。然后就整次也没有去潜水，没有潜水，后面也就懒得出海，就人岸旅行啊，就永远的计划跟我来的时候都不一样。然后这次呢，我们在兰卡威，我们选择住的是瓜镇，因为当时我们因为从来没有来过兰卡威嘛，做的攻略是兰卡威华人会多一点，然后吃的东西会多一点，所以我们住在瓜镇。然后我一看，我潜水码头也在瓜镇，我想，哎，这比较合适。但事实来了以后，我发现其实还是不一样。我觉得大家过来玩还是尽在住在真南海滩，住在真南这里。真南的话，离机场也比较近，下来打车也比较方便。然后呢，各方面配套设施，早饭、中饭、晚饭，包括边上有很多的这种旅游的那种事务的咨询店铺，大家可以去各个 APP 跟他们现场去对比，我们到底有哪些玩的，我觉得都一目了然。而到瓜镇那边，虽然说本地人居住的会多一点，但基本上好像跟旅游没多大关系了。属于躺尸型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就躺着吃点东西，然后晚上喝一点，然后基本上瓜镇就没什么东西。那你说真的要有好吃或者游客旅游资源丰富一点的，还是要跑到真南来啊！这就是我对整一个兰卡威的一个总结。那么整个兰卡威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呢，还是相对来说不算很发达。因为它就是一条环线路，但是而且兰卡威非常大，兰卡威真非常大，所以大家到这里来，如果说是在真南跟瓜镇活动的，那你租辆摩托车，我认为问题不大。那如果说你是要环岛，整个地方都要去的，山上都要去的，那可能汽车更适合你，对吧？那这里开车还是要注意一点，因为这里开车因为跟泰国同一个方向的，像我们就比较适应。那如果大家从国内过来的话，它方向反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说的那个租车的一个东西，我觉得大家自己把握吧。这个翻译件这个东西不出事，对吧？这个你可以租，但是你真的到出事那一刻了，那我觉得保险是不理赔的。包括我们去问了那个租车公司的员工，对吧？那他的回答也是这样，他说那出了事故呢就另当别论了。那么他也没有明说，但是言外之意我基本上就理解什么意思啊。那么大家到兰卡威来或者到马来西亚来，其实有很多种文化的结合，这也是就在我这段时间我待在这里，我发现最神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马来西亚的人民太厉害了，尤其是华人。为什么呢？马来西亚华人我觉得真的很厉害，他们在家里要学会可能潮汕话、闽南话，对吧？有些是客家人的客家话，然后呢你要学普通话。然后呢，他的像工作方面呢，基本上用的你要用到英语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本地生活可能要学到马来话，所以我认为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在马来西亚待着，起码要会4到5种语言，而且都是这语言还是很精通的那种语言，不是说像我们这种英语半调子或泰语半调子，对吧？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，我发现就各种餐厅老板或怎么样，就是各种语言无缝切换，甚至对像我们那天吃海鲜那个老板，他甚至还会泰语，你知道吧？就还会泰语啊，对，泰语、印度语、马来语、汉语、客家话。潮汕话，哎呦，这真太厉害，真太厉害！所以马来西亚的华人真的，我觉得语言天赋来说基本上没有问题。而且你说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，我认为出去是饿不死的，为什么呢？你懂那么多门语言，我认为找工作这种会非常的方便，而不像说句不好听的，我们现在哪怕现在的教育，真正有多少孩子会说英语的呢？其实没几个。我也接触过很多年轻人，包括来芭提雅旅游的，这个英语真的是我也要吐槽了。我说你们大学白读的嘛，这个个个都是大学毕业，现在大学毕业很正常，不像老底子可能大学毕业比较少。现在大学毕业很正常，这个大学毕业现在是真的，我发现他们除了 hello 拜拜，其他 how much 其他基本上不会说，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。那当然可能国内没有这样的语言环境，那所以大家多出来走走的话，可以也练习一下语言。其实语言这方面真的很重要。其实出门在外，我走过那么多国家，其实我认为第一要紧就是语言，第二要紧是学会看地图，对吧？你说攻略不攻略其实无所谓，你只要看懂地图了，攻略一定会做。你只要语言过关了，你走到外面一定是不慌。最怕的就是什么语言都不会，只会一个汉语，连翻译软件都不会用的，这走到哪里都很可怕，真走到哪里很可怕。包括到国外来了还在用高德、百度的，这个我劝你们，
怎么入乡随俗吧，就是这个攻略你最要做。比如说本地人他们用什么软件地图就用什么软件。你假设我一个老外到中国用谷歌地图，你说这走得通吗？那肯定走不通。在国内要用高德，要用百度，对吧？那如果说是我们去出国了，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当地用的是什么软件。那你到俄罗斯用谷歌肯定也不能用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东西，所以大家要做好的东西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机场了，整一个基本上兰卡威就这么个总结。我们也过来属于休闲度假了啊，我们就回泰国了，拜拜。